其实上个月3月售的小伙伴就给我寄来了凌波丽，但很多的 UP 主都拍了，还做了对比。我一时没有想到好的主题啊，结果等着一转眼，明日香也到了，不能再拖了，赶紧把两大女神放一起做一期评测吧。那其实我对驾驶员可动人偶这个系列啊，一直觉得是在瞎搞。比如一开始出的吉拉和阿斯兰啊，我想要人物买精品手办它不好吗？买个可动的是为了拿来打架吗？还是个驾驶服的？直到出了夏亚我才释然啊，这个东西啊，确实戴哥得做，得多做。那戴哥也是很上心的啊，除了垄断了高达系列以外，主动拓展边界，上来就选择了永不缺席的香和力，而且香还是新剧场版的试播明日香。要知道 EVA 的新剧场版版权还是挺好拿的，各个大厂都逮着机会出。作为版权霸王的万代竟然不避锋芒，选择和各路国产卷王正面硬刚，更何况香和力的手办多如牛毛啊，甚至连自己的拼装系列都有各种竞品。不知道 SHF 的策划 PPT 里究竟写了什么商业价值啊？前有拦路后有追兵，竟然也毅然量产，想必还是对自己很自信的。那咱们就来好好的品鉴一番吧。那作为同素体同系列的产品，内容物给的也是一致的。开箱能看到啊，给的东西真的不算多啊，5个面雕，1排手型，以及一个有特殊遗印的地台。这个魂支架的做工算是不错，图案的设计也很漂亮。但对于一款定价8800日元，配件只有面雕和手型的 SHF 来说，这个地台最起码占了定价的2500，而且这个系列没支架还不行啊！美少女的脚实在太小了，把玩除非极有耐心，否则大多数站姿都是一碰就倒，根本站不稳。所以大部分时候都需要依靠支架。比较贴心的是，戴哥给了魂支架自带的夹子以外，还给了这个驾驶服排气口的替换键，拔下来换上后就能正常插上支架了。这种直接连接也更适合把玩和拍照，正面看能把连接位点隐藏住。当然了，支架并不是重点啊，8800日元的定价可真不便宜，即使包含了支架，也很难想象它怎么敢卖那么贵。其实答案也是很简单啊，就是这俩都是 SHF 难得的全涂装。可能大家不相信啊，但是可以看到这个驾驶服上除了这些明显的勾线和分色涂装以外，驾驶服的质感是那种喷漆后上了一层光油的感觉。而且仔细看的话会发现，衣服的质感对比露出的关节是有一点色差的，关节的塑料感会比较的明显。所以我觉得8成是涂装啊，为什么还有2成不确定呢？那我只能说这个质感真的是有一点拉垮的。我知道戴哥是想做胶衣的感觉，但是做出来只感受到胶了，更何况这些分色涂装也都涂得不怎么样，很粗糙啊。还有头发的细节质感啥的，别说和手办比了，可能还不如部分的精品啊。但我真的不是在苛责戴哥，如果以 SHF 的水平来看，这个表现只能说是奢华了，一般的产品根本享受不了这个待遇。同样超规格的还有这些手型啊，这么小的手，正反面都给了分色涂装，即便细节因为尺寸太小已经有点肉了，但量管够啊，直接给了6对，而且都是很贴合角色特征的，完全没有同模手。只不过造型都太独特了，这里就没有办法一个个命名了。不过对于美少女手办来说，最关键的是还原度，是好不好看。那好不好看，还原度如何，这就基本由面雕来决定了。那首先就是这对默认的面雕啊，配合上 pose， 各位觉得能打几分呢？阿戴这次也知道配件少理亏啊，面雕给的是真的不含糊，一次给了6个，而且这几个面雕，说实话不要去对比的话，就单纯这么看的话，你还真别说，神韵十足，做的是真好。当然会有一点小崩，比如说这个愤怒脸，但能把3无的凌波丽还原出这么多丰富的微表情，在这个产品线上已是上乘了。而香香这边的面雕就更惊喜了，这个鄙视脸、骂街脸和训斥脸，说从动画里面走出来有点太夸张了，但这个还原度是真的让人惊叹啊！原来戴哥是有这个技术的，除了情绪激烈的表情以外，当然也给了香香的正常表情。右边的斜视委屈脸，这个小表情真的可爱，中间的元气脸也是正常发挥，只不过左边的这个微笑脸确实有点崩了，不知道是在 cos 谁啊，反正这不是明日香。不过总的来说呢，不吹毛求疵的讲，这个面雕和造型已经让人很满意了。换面雕去把玩的感觉也确实比买一个不可动的静态手办要有意思。本来面雕就给的充足，只要脑洞够，能还原的造型也不计其数，就好像同时拥有了多个手办。阿戴当然也理解各位玩家的心思，为这2位超人气女神精心设计了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最优秀的女性可动素体。首先香香的头发就给做了5段的可动，2个双马尾根部做了山口的转轴，可以任意的抬起旋转。披发的侧面分出了2段，也能做独立的抬起，能上抬45度以上，而中间的后发更是能独立抬起60度。虽然已经做了足够的避让啊，但实际还是有些微的干涉。低头没有问题，轻松超过30度大范围，抬头被限制了，大概30度不到。头部左右侧摆无压力，轻松能达到30度左右。360度的转头当然也不在话下。从凌波这边看的话会更清楚，在没有头发干涉的情况下，这个低头和抬头都超过45度了，范围非常的离谱，左右侧摆也是如此。可以明显看到露出来的脖子虽然短啊，但依旧做了双段关节增加可动，转头也是非常的丝滑。
手臂就是完全的铜模了，肩膀只做了一个球关，没有给拉伸的关节，这是这个素体最可惜的一点。不过倒是能像这样做上下肩部移动，增加这样的关节，就能使得大臂的平台可以达到远超90度的范围，非常的优秀。360度的大风车当然也毫无压力。大臂根部看似好像不能平转，但戴哥其实为了减少关节的切割啊，把平转装到了这个肘关节内部了。这个设计太巧妙了，我不得不夸一句天才，请求大力推广啊！而且转动是上段而不是下段，这会带来一个好处，就是正常还是双手的曲肘接近180度，但你换一个角度，它还是能曲肘90度，这让肘关节有了更高的自由度。如果再加一点肩部的前伸，这个抱胸的动作将能非常完美的做到。最后两人的手腕都能做到上下45度的大范围翻折。D 的腰部会比香香多了一个结构，但这个造型并不影响可动，结构都是一样的，弯腰能到30度多一点，挺胸也是都能超过30度，这个腰臀的曲线就很妙。左右的腰部侧摆也是能达到30度，真的非常给力了。同时360度的转腰也是毫无压力的。大腿根部配置了下拉的关节，虽然看起来没什么遮挡，但这里下拉主要是为了摆这种两腿并拢的女生的姿态，这是女素体的关键。下拉后的前踢能够轻松的超过90度，后踢也是90度，毫无压力，侧踢也是90度，完美一字马。还是为了减少关节的切割啊，增加一体性，平转坐在了大腿的内部，前后都有45度的转幅，算是够用了。尤其内八的时候会被大腿外侧遮住，也是煞费苦心。屈膝也是接近180度，小腿贴住大腿，外露的膝盖造型饱满，作为填充来说做得很不错了。脚部的上下翻幅度都能达到接近45度，而且可以看出整个脚的涂装也是很不错的。脚尖也能做独立的90度上抬。脚的接地也是用的转轮斜插结构，可以看到向内的接地能轻松做到60度以上，同时向外的接地也能达到这个离谱的幅度。虽然说基本用不上啊，但也是真的优秀。开完可动不知道大伙有什么感觉啊？我的感觉就是弯带是真的很用心。我不止一次在评测里说过，我不擅长掰女生的 pose， 但这两款玩起来的感觉就是越掰越有意思啊！而且尺寸又是趁手的6寸，就开始想着把每个面雕不同的手型都用上，一下就有很多曾经没摆过的姿势灵感涌入脑海了。本身面雕的还原度就非常的不错，再配合上做的不错的可动，以及隐藏的非常好的关节设计，这种玩起来的感觉还真是挺妙的。不得不收回我一开始说的啊，驾驶员要什么可动的观点了。戴哥赶紧继续出啊，真四、真希波、朱勋全部给我安排上。同时我还想替其他 IP 线鸣不平啊，凭什么你对驾驶员这条线搞那么良心？现在 HHF 都贵成啥样了？就驾驶员线有涂装，有还原的面雕，有优秀的素体，这不公平啊！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了。最后再次感谢3月兽的小伙伴提供的评测键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下期再见。